大約300萬年前，兩塊飄了幾千萬年的大陸終於在中美洲那個位置接上了。動物開始互相走動，北邊的往南走，南邊的往北走。聽起來這應該是一場公平的交换，你来我往，各自占便宜。結果不是，結果是北邊來的那批動物在南美洲遍地開花，變成今天南美洲哺乳動物的絕大多數，而南邊那批往北走的，除了幾種小東西以外，幾乎全軍覆沒。今天在南美洲的哺乳動物裡面，真正源自南美本土血統的只剩下大約1成。1成，這代表什麼？代表今天你去亞馬遜叢林，去安第斯山，去蓬巴草原，你看到的美洲豹、眼鏡熊、羊駝、鹿、狐狸、水獭，全部都是外來戶的後代。而那些真正的原住民，那些在南美洲獨自演化了幾千萬年，長成地球上最離奇形狀的生物，絕大多數只剩下化石。可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南美洲的那批原住民一點都不弱，他們有1噸重的齧齒類，有站起來6公尺高的巨獸，有裝甲厚到連劍齒虎都咬不動的坦克，還有一種不會飛，身高3公尺，用喙當斧頭砸碎獵物頭骨的殺手鳥。那為什麼還是輸了？而且輸得這麼徹底？這件事困擾了古生物學界超過100年，而就在2026年7月30號，一篇登在科學期刊上的研究把這個故事的開頭整個改寫了。原本我們以為的劇本第一幕就是錯的。我們慢慢說，要理解這場屠殺，得先理解南美洲曾經是什麼樣的地方。大約6500萬年前，恐龍剛滅絕不久，地球上的大陸還在飄。南美洲跟南極洲、澳洲原本連在一起，後來陸續分開。到了大約3000萬年前，南美洲已經變成一座徹徹底底的孤島，北邊跟北美洲之間隔着海，南邊跟南極洲之間也斷開了。一座跟全世界斷聯的大陸，會發生什麼事？會發生一件對演化來說非常奢侈的事，就是實驗不會被打斷。在非洲，在亞洲，在北美洲，大陸之間時斷時續地連着，物種一直在互相入侵、互相競爭、互相淘汰。一個物種好不容易站到一個生態位，過幾百萬年就有外來的把它擠掉。可是南美洲不用，南美洲的動物只需要跟自己人競爭，一輪一輪的把每一個生態位填滿，填到極致。所以南美洲長出來的東西，用今天的眼光看，全部是怪物。我先介紹首方的陣容，你听完就知道我為什麼說他們不弱。第一位，雕齒獸。你可以想象成一輛小型汽車，但它是活的，背上一整片由上千塊骨板拼成的圆頂甲殼，厚度可以到好幾公分，整只連甲殼加起來1-2公噸。有些種類的尾巴末端還長着一根帶骨刺的骨錘，甩起來的動能足以把掠食者的肋骨打斷。它是球域的親戚，但体型放大了幾十倍。一只雕齒獸走在草原上，基本上是無敵的。任何掠食者從上面咬下去，只會咬到骨板。它不需要跑，不需要躲，它就是走。這是幾千萬年沒有天敵壓力下才會演化出來的體型與構造。第二位，大地懶。今天的樹懶掛在樹上，慢吞吞的，看起来人畜無害。可它的祖先不是這樣。大地懶站起來可以超過5-6公尺，體重估計以公噸計，前肢有3根巨大的彎爪，每一根可以到30公分。它吃素，但那对爪子不是拿來嚇人的。它可以用後腳站起來，把整棵樹拉彎，把樹冠扒到嘴邊。而如果有掠食者靠近，那對爪子一揮下去，什麼東西都會被開膛。第三位，恐嚇。這一位是我覺得整個名單裡最恐怖的。它是一種不會飛的鳥，身高最大的可以接近3公尺，翅膀退化成小小的，末端帶着鈎爪的東西，2條腿粗壯有力，跑起來的速度非常可觀。最可怕的是它的頭。恐嚇的頭骨又大又高又窄，喙的前端是一個往下彎的巨大鈎子，整個頭骨的結構經過強化，能夠承受劇烈的縱向衝擊。學界對它的獵食方式有幾種推測，其中一種被討論很多的說法是，它會用喙像斧頭一樣往下砸，直接砸碎獵物的頭骨或脊椎。一只3公尺高的鳥用頭當武器往下砸，這是南美洲當了幾千萬年頂級掠食者的東西。第四位，帶劍虎。它長得像剑齒虎，上顎那对犬齒又長又扁，像2把刀。可是它根本不是貓，它是有袋類，跟袋鼠、无尾熊同一大類。這是演化上最經典的趨同案例之一。2個完全沒有親緣關係的族群，在類似的生態壓力下，長出了幾乎一樣的武器。而且它比北方的劍齒虎更極端，
它那對犬齒的齒根一路往上延伸到眼眶上方，會不斷生長，下顎兩側還長出一對骨質的護板，讓那對長牙在閉嘴的時候有地方靠着。第5位，南方有蹄類，這一群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最能說明南美洲有多奇怪的東西。它們填補了北方馬、駱駝、犀牛的生態位，可是它們跟馬、駱駝、犀牛完全沒有關係，它們是南美洲自己長出來的一整個大類。其中最有名的2位，一位長得像沒有駝峰的駱駝，鼻子上面可能有一個短短的象鼻，或者是可以伸縮的上唇；另一位體型接近犀牛，四肢粗壯。這2種動物的親緣關係曾經困擾學界超過100年，因為它們的骨頭看起來哪一類都不像，直到近年靠骨蛋白質分析才確定，它們跟馬、犀牛、貘同屬一個更大的支系，只是在南美洲獨立演化了幾千萬年。第6位，也是最離譜的一位，是一種巨型啮齒類，它是天竺鼠跟水豚的遠親，體重估計可能達到1公噸左右，肩高超過1公尺，也就是說，那是一隻跟公牛差不多大的老鼠。好，首方陣容大概就是這樣：裝甲坦克、6公尺高的爪子怪、3公尺的殺手鳥、雙刀有袋、掠食者，一整套自創的有蹄類，還有一隻公牛大的老鼠。你光聽這個名單，會覺得誰打得過他們？不過在講北方那批攻方之前，我要先補一段，因為南美洲這座孤島上發生的事情，比一份物種名單有趣得多。首先，它不是完全封閉的，這是很多人會誤會的地方。南美洲確實跟大陸斷開了幾千萬年，可是在這幾千萬年裡，還是有東西進得去，只是進去的方式非常離奇。猴子就是一個例子。南美洲的猴子，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新世界猴，他們的祖先怎麼到南美洲的？答案是漂過去的。大約3000多萬年前，非洲的一群小型靈長類，可能是在一場大洪水之後，抱着被沖進海裡的整團植被，也就是所謂的天然木筏，橫渡了當時比現在窄一些的大西洋。這聽起來像天方夜譚，可是分子生物學跟化石證據都指向這個結論。同一批漂流事件裡，還把啮齒類的祖先一起帶了過去。而南美洲那只1公噸重的巨型老鼠，它的祖先就是這群漂洋過海的偷渡客。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停下來想一下。一群抓着漂流木在海上漂了不知道幾個星期的小动物，運氣好到能夠登陸，運氣又好到族群沒有滅絕，然後在幾千萬年之後，他們的後代長到1公噸重。整個南美洲的猴子跟豪豬全部來自那幾次幾乎不可能發生的意外。演化史裡充滿了这種東西，我們習慣把演化想成一條穩定的、有方向的線，可是真正決定劇本的，常常是一場颱風、一團飄在海上的樹枝，還有純粹的運氣。再來，南美洲的頂級掠食者，其實不只是我前面講的那幾位。在南美洲的孤島期，有很長一段時間，站在食物鏈頂端的根本不是哺乳動物，是鱷魚跟鳥。先講鱷魚，這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種泡在水裡伏擊上岸喝水動物的鱷魚。南美洲曾經有一整群陆生鱷，四肢是直立在身體下方的，可以像哺乳動物一樣在陸地上小跑步。它們的頭骨側扁，牙齒帶着锯齒緣，這是典型的陸地掠食者配置。一只能在草原上追着你跑的鱷魚，這就是南美洲當年的日常。然後是鳥，恐嚇那一只的歷史非常長，它們大概在6000萬年前左右就已經出現了，在南美洲當了幾千萬年的頂級掠食者。要理解這件事的分量，你得想一想，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恐龍滅絕之後，接手食物鏈頂端的是哺乳動物，可是在南美洲，接手的是恐龍的直系後代鳥。從某個角度看，南美洲是地球上唯一一塊恐龍時代沒有真正結束的大陸。好，這就是那座孤島的樣子。裝甲坦克在草原上慢慢走，陸生鱷在追獵物，3公尺高的殺手鳥用頭砸碎骨頭，樹上掛着幾千萬年前漂洋過海來的猴子，地上跑着跟公牛一樣大的老鼠。這幅畫面存在了幾千万年，而且如果沒有那條地峽，它可能還會繼續存在下去。那我們來看攻防。北美洲的陣容講起來沒有南美洲那麼奇形怪狀，因為他們的後代很多還活着，你在動物園都看得到。貓科包含剑齒虎那一只，還有美洲獅、美洲豹的祖先；犬科狼跟狐狸的各種祖先；熊科包含那個站起來3公尺多，被稱為短面熊的巨獸；還有鹿、貘、駱駝科、馬科、乳齒象、浣熊、鼬科。你把2份名單擺在一起，第一眼的感覺是
北方這批看起來平凡多了，沒有裝甲，沒有30公分的爪子，體型也沒有特別誇張。可是這批平凡的動物身上帶着一樣南美洲沒有的東西，那樣東西不在牙齒上，也不在體型上，它在履歷上。北美洲從來就不是孤島，在那幾千萬年裡，北美洲透過白令路橋跟亞洲反復連通又斷開，跟歐洲也有過往來。這代表北美洲的動物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迎接一批從舊大陸過來的新對手，然後被迫重新洗一次牌，輸的滅絕，贏的留下，留下的過幾百萬年再被下一批挑戰一次。換句話說，等到他們走進南美洲的時候，他們是打過幾十輪淘汰賽的選手，而南美洲的动物是在一個封閉聯賽裡打了3000萬年的冠軍。冠軍很強，但他只跟自己人打過。好，那舞台是怎麼搭起来的？太平洋板塊跟加勒比板塊在中美洲那個位置擠壓，海底火山一座一座冒出來，形成一串島鏈。隨着板塊繼續擠壓，加上海平面變化，這串島鏈慢慢連成一片。學界過去比較主流的說法是，巴拿馬地峽在大約280萬年到300萬年前完成閉合，兩塊大陸從此連在一起。地峽一合起來，全新的通道就開了，北邊的動物往南走，南邊的动物往北走。這場交換規模之大，在地球歷史上是數一數二的。學界給它一個專門的名字，叫做南北美洲生物大遷徙。然後就出事了。我們直接看結果，因為結果比過程更震撼。往南走的那批成功得離譜。今天南美洲的哺乳動物裡面，來自北方血統的比例占了絕大多數。美洲豹、美洲獅、眼鏡熊、南美狐、鹿、墨、羊驼跟骆馬，全部是北方移民的后裔。他們不只是活下來，他們還在南美洲爆炸性的分化出一大堆新種。往北走的那批呢，慘到你不敢相信。今天在墨西哥以北，源自南美血統的哺乳動物，掰着手指頭就數得完，負鼠、豪豬、球羽，大概就這幾隻。而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全部都是小型動物。南美洲那些真正的招牌，那些雕齿兽、大地懶、南方有蹄類、带劍虎，全部沒有在北美洲站穩。恐嚇倒是有一隻曾經闖進佛羅里達，留下了化石，但也就那樣了，沒有擴散開來。所以這場所謂的交換，實際上是一場單向的碾壓。而問題來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在過去100年裡，主流的回答大概是這樣的：北方動物比較強，它們有更好的牙齒、更大的腦、更有效率的繁殖方式，所以它們南下之後把南方動物打光了。這個說法很直觀，也寫進了很多科普書。可是這幾年，這個說法被2篇研究連續修理了2次，而且修理的方向完全不同。一次改的是時間，一次改的是因果。我們先講改時間的那一篇，因為它非常新。2026年7月30日，一篇研究登上了科學期刊。主持這項研究的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曾家正教授，共同作者還有伯克萊的一位大學部學生、自然史博物館的王曉明，以及來自墨西哥跟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研究者，總共9個人。他們做的事情非常笨，也非常有價值。他們花了将近15年在墨西哥挖化石。為什麼是墨西哥？因為墨西哥正好卡在北美洲跟中美洲之間，是這場遷徙的必經走廊。可是過去這一段的化石記錄非常稀疏，大家都在南美洲跟北美洲兩頭挖，中間這一段是空白的。15年挖下來，這個團隊把1200萬年前到現在這段期間來自墨西哥的已知化石數量幾乎翻了1倍。然後他們把資料庫拉出來一比對，發現了一件會讓教科書尷尬的事：北美洲的哺乳動物早在大約1000萬年前就已經往南迁进中美洲了，而在700萬年前到300萬年前之間，兩邊有着斷斷續續的交流。也就是說，那個大交換並不是地峽合起來以後才開始的，它在地峽合起來之前已經悄悄跑了好幾百萬年。研究团队自己的講法是，不只存在一個顯著的前大交換階段，而且這個爬升期比大家想的要古老得多。這件事為什麼重要？因為它把整個故事的性質改掉了。如果大交換是300萬年前地峽一開才突然發生的，那這就是一個閃電戰的故事，一群外來者衝進一個毫無防備的大陸，把原住民打垮。可如果早在1000萬年前，北方的動物就已經一批一批地滲透進中美洲，中間還有幾百萬年斷斷續續的往來，那這就不是閃電戰了，這是一場長達好幾百萬年的滲透，而地峽的閉合只是把水閘徹底打開的最後一步。我覺得這個修正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讓人想起一個更普遍的規律，
我們回頭看歷史的時候，總是喜歡找一個爆發的時間點，說就是這一天一切改變了。可是幾乎每一次，當你挖得夠深，你都會發現那一天之前已經有很長很長的醞釀。所謂的突變，通常只是我們的觀測解析度不夠而已。而這條地峽本身也不是一個乾淨利落的故事。我剛才給的數字是280萬到300萬年前，那是長期以來的主流說法，也是寫在教科書上的数字。可是過去這10幾年，有另一派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時間表。他們根据锆石定年、海洋沉積物的变化，還有兩側海水化學性質的分離時間，主張中美洲的陸地連通可能早在1300萬年到1500萬年前就已經開始形成。這場爭論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收斂。而剛才講的那篇2026年的新研究，等於是從化石這一側替早期就有交流這個方向補上了一塊很硬的證據。不管地峽到底幾歲，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這條路橋的出現改變的遠遠不只是動物的分布。想象一下，地峽還沒合起來的时候，大西洋跟太平洋在赤道附近是相通的，溫暖的海水可以在2個大洋之間自由流動。地峽一合，這條通道就被切斷了，往西流的赤道洋流撞上中美洲，被迫轉向北方。這一轉就轉出了灣流，灣流把大量的熱帶暖水往北送到北大西洋，一路送到歐洲西岸。這是為什麼倫敦跟哈爾濱的緯度差不多，冬天的溫度卻差了一大截。而這件事還有一個更大的後果，這是一個被廣泛討論但仍有爭議的假說。暖水被送到高緯度，會帶去大量的水汽，水汽在寒冷的高緯度變成雪，雪積起來變成冰蓋。所以有一種說法認為，巴拿馬地峽的閉合可能是啟動北半球大冰期的推手之一。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那這條窄窄的路橋做的事情就大了。它一方面把2塊大陸接起來，開啟了一場物種屠殺；另一方面，它改變了全球的洋流，可能參與啟動了一連串冰河期。而那些冰河期，正好是人類這個物種被錘煉出來的那段時間。一條寬度不到100公里的陸地，同時改寫了美洲的生態史跟全球的氣候史。好，我們回到動物身上，這場入侵不是一次衝進去的，它是一波一波的。第一波其實在地峽真正合起來之前就開始了，也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滲透期。有些動物靠着岛鏈跳島，有些靠着低海平面時期短暫露出的陸地零星地過去。南美洲的地懶跟球鱼就是在這個階段先往北探過路的，它們的化石在北美洲出現的時間比地峽閉合還早。第二波，地峽穩定閉合之後的大規模往來，這一波是真正的洪水，浣熊、貓科、犬科、熊科、馬、駱駝、鹿、墨一路南下，而南方的地懶、雕齒獸、負鼠、豪豬往北。第三波是更新世的冰期與間冰期反復震盪之下的持續交換。這一波的特色是環境一直在變，森林跟草原輪流擴張收縮，物種被迫一次又一次重新洗牌。而就是在第三波裡，南美洲的原住民開始成批的掉下去。有一件事特別值得注意，往南走的动物走进的是一片正在草原化的大陸，而它們很多本來就是北方干冷草原出身的，也就是說，它們不只是入侵者，它們還剛好是那個新環境的原生適應者。而南美洲的原住民是在幾千萬年的溫暖森林裡演化出來的，所以這場所謂的對戰其實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場公平的比賽，舞台換了，換成对客队有利的场地。在往下講之前，我想先把一個很多人搞混的事情講清楚，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我們該怎麼評價這場交換。不對稱到底不對稱在哪裡？有2種完全不同的不對稱，常常被混在一起講。第一種是往哪個方向走的物種比較多，這一點其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懸殊。在大交換的早期階段，南往北走的顆數跟北往南走的顆数差距並不誇張，兩邊都有一批動物跨過去了。第二種是走過去之後混得怎麼樣，這一點才是真正驚人的地方。北方血統到了南美洲，不只是活下來，它們還在南美洲爆炸性的分化。一個往南走的科可以在南美洲長出好幾個新的屬，幾十個新的種。犬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們到南美洲之後演化出一整批各式各樣的狐狸跟野犬，包含那個長腿長得很誇張的棕狼。而南方血統到了北美洲，大部分連站穩都很勉強，更不用说開枝散葉。所以這場交換真正的不對稱不在於誰派出了比較多人，而在於誰的移民在新大陸上生了比較多小孩。這個差別很重要，
因為它會導向完全不同的解釋。如果是派出的人數差很多，那問題出在通道或者出發時的族群規模。可如果是派出的人數差不多，但落地之後的表現天差地遠，那問題就出在这两批動物本身，或者出在那2塊土地本身。而卡里約那篇研究的貢獻，就是在這裡插進了第3種可能。他們指出，南美洲能派出去的選手數量本身就在持續縮水，因為本土物種一直在滅絕。這3種解釋不是互斥的，它們可以同時成立。而真實的歷史幾乎永遠是好幾個因素疊在一起的結果。我們之所以喜歡單一原因，是因為單一原因好講、好記、好轉發，可惜自然界不太配合。還有一個角度也很值得提，就是這場交換對北美洲的影響。我們一直在講南美洲多慘，可是北美洲也不是毫髮無傷。它接收了一批南方來的動物，其中地懶那一隻在北美洲混得其實相當不錯，有好幾種大型地懶在北美洲生活了很長的時間，一直到更新世末期才消失。也就是說，南美血统在北美洲并不是完全站不住，他們站住了一段时间，只是最後也在同一波滅絕裡被清掉了。如果沒有更新世末期那一波，今天的北美洲可能還有地懶在森林裡慢慢爬，那樣的話，我們對這場大交換的評價也許會完全不一樣。好，時間講完了，我們來講因果。這一篇更狠，因為它動的是這個故事的兇手是誰。2020年，一篇由卡里約領銜的研究登上了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他們做的事情是把2個大陸的化石記錄拉在一起，去算一件很基本但過去沒人認真算過的事，就是滅絕率跟起源率。過去大家的直覺是這樣的，北方動物在南美洲混得好，是因為它們南下之後爆炸性的分化，一個属變成10個屬，把生態位全部占滿，所以不對稱來自北方的擴張力。可是這篇研究算出來的結果是另一個方向。他們發現，造成這種不對稱的主因不是北方在南美洲增殖的特別快，而是南美洲的本土哺乳動物滅絕率異常的高。這句話你要多咀嚼一下，因為它的意思跟直覺完全相反。南美洲的原住民一直在死，而他們死的越多，能夠往北走的物種池子就越小。等到通道大開的時候，南方能派出去的選手已經所剩無幾了。換句話說，南美洲不是被打死的，南美洲是先自己虛掉，然後才被接手的。那南美洲為什麼會一直死？這裡就要講到那個時代最大的背景板——氣候。在那幾百萬年裡，全球氣候正在往乾冷的方向走，南美洲大片的森林退縮，草原擴張。這種環境巨變本身就會淘汰一批動物，特別是那些高度特化、只適應森林的物種。而南美洲的很多招牌物種，正好就是幾千萬年沒有競爭壓力之下特化到極致的那種。特化這件事，在穩定的環境裡是優勢，在巨變的環境裡是死刑。你把身體改造成只能吃某一種樹葉，只能住某一種棲地，那種樹一沒了，你就跟着沒了。我們用戴劍虎來看這個道理，因為它是最好的例子，也是最能打臉北方比較強這套說法的例子。戴劍虎那對長牙看起來威風凜凜，可是近年有研究指出，它可能根本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种獵手，它的门牙結構跟一般肉食動物很不一樣，咬合的力學條件也有限制。有一派看法認為它比較可能是專門取食內臟的那種進食方式，而不是靠那對長牙去獵殺大型獵物。這個推論如果成立，那戴劍虎的定位就完全變了。它不是南美洲的头號殺手，它是一個高度特化、依賴特定進食方式的專家。而更關鍵的一點是時間。化石記錄顯示，戴劍虎還有南美洲的陸生鱷類，在北方掠食者大舉抵達之前就已經在衰退了。你懂這件事的重量嗎？這代表教科書裡那個劍齒虎南下把戴劍虎幹掉的畫面，時間軸可能根本對不上。戴劍虎不是被打敗的，它是在對手還沒進場之前就自己走下坡了。而北方的貓科動物只是走進了一個已經空出來的位置。這在生態學上有個很現實的道理，一個生態系裡的位置很少是被硬搶走的，大部分時候是原本坐在那裡的先鬆手，然後才有人坐上去。不過話說回来，也不能完全推翻競爭這一塊，因為確實有幾個結構性的差異，長期來看是會累積成勝負的。第一個差異是育兒方式。南美洲的掠食者一大群屬於有袋類，有袋類生下來的幼獸極度不成熟，基本上是一顆會動的胚胎，要爬進育兒袋裡繼續發育好幾個月。這種方式對母體的代謝負擔比較輕，但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慢而且脆弱。而北方來的是胎盤類，
幼獸在子宮裡發育的比較完整才出生，出生之後獨立得快，在族群數量被壓縮，需要快速回補的時候，這個差異會被放大。這不是誰比較高等的問題，是在那個特定的壓力下，哪一種策略回本比較快的問題。第二個差異在腦跟牙齒。北方的食肉目經過幾千萬年跟舊大陸的來回競爭，牙齒的分工做得非常精細，切肉的、剪骨的、磨碎的各司其職。相对之下，南美洲的本土掠食者在牙齒的專門化程度上普遍比較粗糙，腦容量的部分也有類似的趨勢。北方的食肉目在相對腦容量上普遍高於南美的本土掠食者。腦大不等於聰明，但在追捕、埋伏、群體協作這些行為上，確實會轉換成實打實的成功率。第三個差異，也是我覺得最根本的，就是我前面講的那個履歷問題。北方來的每一個物種都是被外來入侵者反复修理過的幸存者，他們的基因裡刻着一件事，就是隨時會有陌生的東西出現在地平線上。而南美洲的原住民在他們的整個演化史裡，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這種事。這件事讓我想到島嶼生物學裡一個很有名的現象，所有的島嶼只要跟大陸隔離夠久，島上的動物都會發展出一種特徵，那就是不怕人也不怕陌生的動物。因為在那座島上，他們沒有需要害怕的東西，而每一次當外来的掠食者第一次登島，這些不會害怕的動物就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吃光。南美洲不是島，但它被隔離了3000萬年，從演化的角度看，它就是一座大的離譜的島。講完原因，我們把每一位守方的結局一個一個對過去，因為魔鬼藏在細節裡，你會發現他們死的方式其實各不相同。陆生鳄這一支走得最早，他們在大交換真正開始之前就已經衰退了，最後的成員大約在幾百萬年前消失，而他们消失的時間跟南美洲气候由濕熱轉向乾冷的時間對得上。這一支的死因跟北方的入侵者基本上沒有關係。戴劍虎前面說過了，在對手抵達之前就在往下走，他的最後記錄大約落在更新世早期。恐嚇這一支比較有意思，他們不但沒有立刻被打垮，還反過來往北打了一场。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出土的化石顯示，恐嚇的一個屬確實抵達了北美洲，而且體型不小。這是南方派出的唯一一支重量級遠征軍，可惜這支遠征軍沒有擴散開來。而在南美洲本土，恐嚇的最後成員大約在更新世期間消失。關於他們是被北方的胎盤類掠食者競爭掉的，還是被草原化的環境淘汰的，學界到現在還在討論。南方有蹄類是最讓人唏噓的一群，他們撐得很久，其中最有名的那2位一路撐到大約1萬多年前，也就是說他們熬過了大交換，熬過了幾十萬年的冰期震盪，最後才在更新世末期那一波裡倒下。雕齒獸也是一樣，撐到1萬多年前，他那身裝甲對付剑齒虎綽綽有餘，对付會用毛的兩腳動物就不夠了。大地懶同樣撐到大約1萬多年前，在加勒比海的一些島上，某些地懶的親戚甚至撐得更晚，一直到人類抵達那些島嶼之後才消失。你把這幾條線並排放在一起看，會看到一個很清楚的分層。第一層是那些在大交換之前就已經因為氣候變化而衰退的陆生鳄、戴剑虎，他们的死跟入侵無關。第二層是那些在大交換期間逐漸被擠壓的很多中小型的本土掠食者跟有蹄類，他们的死是競爭加環境的合力。第三層是那些撐過了一切，最後在1萬多年前那一波裡倒下的巨獸，他們的死跟人類的抵達在時間上高度重疊。所以我們一開始問的那個問題，北美洲的野獸南下把南美洲的動物殺光了嗎？比較誠實的答案是這樣的，他們參與了這件事，但他們不是唯一的兇手，甚至可能不是主兇。真正的劇本比較像是氣候先把南美洲的原住民削弱，北方的移民趁虛而入接手了空出來的位置，然後在最後的關頭，第三個玩家進場，把剩下的全部收掉。而那個第三個玩家是我們。還有一件事我覺得非講不可，因為它是這個故事留在今天的痕跡，而且你可能昨天才吃過。酪梨。酪梨的果肉很厚，但中間那顆種子大得離譜。從植物的角度看，這個設計非常不合理。植物長出果肉是為了引誘動物吃掉它，然後把種子帶到遠方排出來，這樣才能傳播。可是酪梨那顆種子，今天中南美洲的原生動物沒有一種吞得下去，那它是為誰長的？1980年代初，2位生態學家提出了一個很有名的假說，他們認為酪梨
還有一些類似的中南美洲植物，它們的果實是為了那些已經滅絕的巨獸長的。大地懒、乳齒象、雕齿獸那個等級的動物，一口吞下整顆酪梨完全不是問題。種子隨着糞便被帶到幾公里外，這些學者給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新熱帶區的时代錯置。也有人称這類植物為演化的幽靈。換句話說，酪梨還在等一種1萬多年前就已經不存在的動物，它的果實是寄給一個早就搬走的收件人的信，而它之所以没有跟着滅絕，純粹是因為在最後關頭，另一種動物開始種它，那種動物就是人類。同樣的道理也被用來解釋美洲的一些其他植物，像是刺果番、荔枝那類果實特別大的東西，還有某些長着誇張刺針，但今天美洲根本沒有那麼大的草食动物需要防御的树，那些刺是留給乳齒象看的。我覺得這是整個故事裡最安靜也最讓人起雞皮疙瘩的一段。一場1萬多年前結束的滅絕，它的證據不只在博物館的化石櫃裡，它還在你家廚房的砧板上。不過在你以為南方全程被壓着打之前，我要幫南美洲講幾句公道話，因為他們其實贏過幾場，而且贏得相當漂亮。第一場，负鼠是有袋類，是南美洲血統，它不但往北走成功了，而且一路擴散到北美洲東部，最遠可以到加拿大南部。它靠的不是打贏誰，是靠不挑食，繁殖快，什麼環境都能住。它是那種完全不特化的通才，而通才在巨变的时代最能活。第二场，豪豬也是南美血統，同樣往北擴散的非常成功。它帶着一身棘刺，這套防禦對誰都有效，不需要針對特定的敵人調整。第三場，球魚是雕齒獸的親戚，體型小很多，但這正好是它活下來的原因。它沒有走上巨型化那條路，它留在小型能挖洞砸實的路線上。到今天，球魚還在往北擴張，它的分布範圍這幾十年一直在往美國北方推進。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南美洲派出去的3個成功案例，全部都是小的、不挑的、繁殖快的，不需要大片栖地的。而南美洲那些最壯觀、最誇張、最像明星的物種，一個都沒有成功。這其實是整個古生物學裡反覆出現的一條規律。滅絕事件從來不挑最弱的下手，它挑的是最特化的、體型最大的、需求最精緻的。那些在成平時期最威風的物種，往往是最早倒下的，而那些看起來平庸、髒兮兮、什麼都吃的，反而一路活到現在。负鼠在演化上的存在時間比雕齒獸長得多，可是沒有人會為負鼠拍紀錄片。好，故事講到這裡，其實還沒完，因為南美洲真正的滅頂之災還在後面。雖然本土大型動物在大交換之後衰退了很多，但一直到更新世晚期，南美洲仍然有一整批巨型動物活得好好的。大地懶還在，雕齒獸還在，南方有蹄類，還有幾隻撐着，還有從北方來的剑齒虎、短面熊、乳齒象。然後大約1萬多年前，它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幾乎全部消失。這一次的規模比大交換那一次還要慘烈得多。南美洲的巨型動物屬在這一波裡消失的比例極高，各家統計的算法不太一樣，其中一種常被引用的估計是超過80%，而這一次時間點對得非常整齊，整齊到讓人不舒服，因為人類就是在這個時候抵達美洲的。我要在這裡踩下剎車，因為這件事在學界仍然有爭論。有一派認為主因是氣候，更新世末期的劇烈氣候震盪本身就足以造成大滅絕。有一派認為是人類的狩獵。目前比較多人接受的是兩者疊加，氣候把族群壓縮到脆弱的狀態，人類的狩獵給了最後一擊。不過有一個現象很難忽略，你把人類抵達各個大陸的時間跟那塊大陸巨型動物消失的時間排在一起看，會發現一個重複的有點可怕的模式：人到獸亡。澳洲是這樣，美洲是這樣，馬達加斯加是這樣，紐西蘭也是這樣，而非洲的大型動物保存得相對完整。一個常被提出的解釋是，非洲的動物跟人類的祖先一起演化了幾百萬年，他們早就學會怕我們了。換句話說，人類進入新大陸的時候，扮演的角色跟300萬年前那批從北美南下的掠食者本質上是同一種東西，一個從外面來的、沒有人認識的、沒有人知道該怕的物種，只是我們比劍齒虎有效率太多了。最後，我們把時間拉回今天，那條把2塊大陸接起來的路橋，在20世紀初被人類重新切開了一次。巴拿馬運河一挖，大西洋跟太平洋之間出現了一條人工的水道。
這件事的生態意義其實很大，因為運河中間有一座淡水湖，長期以來，這座淡水湖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擋住了兩邊海洋生物的互相入侵。而近年隨着運河的擴建與運作方式改變，有研究關注這道淡水屏障的效果是不是正在被削弱。如果它真的被削弱了，那麼一場全新的發生在海裡的大交換可能已經開始了。不過講到底，人類做的事情比挖一條運河激烈得多。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把全世界的物種用貨櫃船、用飛機、用寵物貿易直接對調。福壽螺從南美到亞洲，紅火蟻從南美到全世界，埃及聖環從非洲到台灣，綠鬣蜥從中南美到南台灣的西邊。一艘船的壓艙水，一趟航程就能完成過去需要300萬年板塊運動才能完成的事。300萬年前那場大交換用了幾百萬年慢慢滲透，然後花了200多萬年把南美洲的原住民洗掉90%，而我們現在做的這一場跑了大概200-300年。所以最後我想問的是这个，當年南美洲那些動物輸掉，是因為他們被隔離太久，久到失去了應付陌生對手的能力。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把地球上所有的隔離全部拆掉，讓每一個角落都變成同一個競技場。在那個沒有任何隔離的世界裡，最後活下來的會是最強的那些嗎？還是像負鼠、像球羽那樣，那些不挑食、不講究，走到哪裡都能湊合着過的東西？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正在親手把地球變成一個只有通才能活下來的地方。而那些幾千萬年才長出來一次的、離奇的、壯觀的，只在一個角落存在過的東西，就再也不會出現了。而這場第3次大交換，台灣正好是一個很好的觀察窗口，因為我們這座島同時具備了2個條件，一個是四面環海，本來就是一座隔離了很久的島，另一個是貿易極度頻繁。我舉幾個你一定看過的例子。第一個，福壽螺，它原產於南美洲，1970年代末期被引進台灣，當時的想法是拿來當食用螺養殖，結果市場接受度不如預期，養殖戶陸續放棄，這些螺就進了溝渠，進了水田。福壽螺的繁殖能力有多誇張？一隻母螺一次可以產下幾百顆卵，一年可以生好幾次，而且卵塊是鮮豔的粉紅色，粘在水邊的植物或水泥牆上，天敵幾乎不吃。它專啃剛插下去的秧苗，一晚上可以把一小塊田啃到光禿。從南美洲到台灣的水田，這段路福壽螺走了大概2年，而當年北美洲的動物從巴拿馬走到阿根廷，走了幾十萬年。第二個，紅火蟻，同樣來自南美洲，2000年代初期在台灣被確認，推測是隨着進口的貨物、苗木或土壤夾帶進來的。它的可怕不在於毒性有多強，在於它的社會結構。多蟻後的族群可以無限擴張，蟻巢跟蟻巢之間不互相攻擊，整片區域可以變成一個超級群落。它會攻擊地面上任何會動的東西，包含農機具、電箱裡的線路，還有在草地上玩的小孩。第三個，埃及聖環，這一支的來源比較明確，是從遊樂園溢出的個體開始的。它們在台灣沒有天敵，繁殖力強，而且會佔據本土陸科鳥類的營巢地，甚至捕食其他鳥類的蛋跟雛鳥。族群一度擴散到全台灣的西部海岸線與河口濕地。第四個，綠鬣蜥，它是寵物貿易的產物，當初被當成寵物大量進口，長大之後體型變得很大，不好照顧，被棄養或逃逸。在南部的溪流沿岸，它們現在是一種相當可觀的存在。我把這4個例子放在一起，是因為它們展示了一件事：300萬年前那場大交換，需要的是板塊運動、海平面變化，幾十萬年的時間，而現在只需要一家養殖場放棄經營，一批貨櫃沒有消毒，一個遊樂園的圍網破了，一群飼主覺得寵物太大只了。同一件事，成本從幾十萬年降到幾個星期。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功的入侵者全部符合我們前面歸納出來的那個規律，他們不特化，繁殖快，什麼都吃，對環境要求低。福壽螺、紅火蟻、綠鬣蜥，沒有一個是那種需要特定棲地、特定食物的精緻物種。換句話說，人類正在做的是把地球上所有的隔離拆掉，然後在每一個角落選出同一批贏家。